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终生青春健康的抗衰老饮食》这本书。我们肠道中存在着无数的肠道细菌，包括大肠杆菌和乳酸菌等。肠道细菌不仅参与消化吸收，还关系到我们的免疫力、激素平衡，甚至影响皮肤的状态。肠道细菌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命运，这一点毫不夸张。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健康长寿，绝不变老的4大最强甜点。第二，让肠道受损的坏菌2大最爱食物。第三，绝对不能被欺骗的关于衰老的3大迷思。本书作者是肠道细菌领域的世界权威，也是长寿学的顶尖专家。今天我将把这位作者通过无数最新研究和临床数据得出的颠覆传统的健康真相，以全球最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大家。看完这期视频，你将掌握超出预期的饮食法，保持年轻健康。首先是第一部分，健康长寿，绝不变老的4大最强甜点。大家都知道，保持健康年轻最重要的是不要吃加速衰老的物质。可是我们人类不只是靠身体活着，心理健康同样是保持年轻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于是我要先介绍4种吃了身体和心灵都开心的健康长寿最强甜点。1绿香蕉，2椰奶，3咖啡果，4巧克力。我们就逐一来详细解说。首先，关于第一种绝不变老的最强甜点绿香蕉。大家都知道，香蕉常因含有丰富的钾而被称赞，但实际上香蕉中也富含坏菌喜欢的糖分。中等大小的一根香蕉含有约14克糖，然而未成熟的绿香蕉含果糖较少，反而富含好菌非常喜欢的抗性淀粉，因此非常适合做健康教授推荐的甜点。此外，牛油果与绿香蕉类似，也以滋养头发和皮肤著称。在水果中，覆盆子和黑莓等带酸味的浆果类也非常健康，每杯糖分仅约5克，却富含膳食纤维和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C、K， 非常值得推荐。另外，为了维持肠内环境，不能缺少无花果。无花果与石榴齐名，是最古老的水果之一，早在公元前5000年就有人食用的记录。无花果中大部分糖分来源于膳食纤维，简单用水冲洗后像香蕉一样剥皮即可食用。也许大家平时很少吃无花果，不妨尝试将其加入饮食中。接下来是第2种绝不变老的最强甜点椰奶。其实许多乳制品对肠道细菌不太友好，但请大家放心，椰奶虽然名字里带奶，实际上并非乳制品，因此是可以放心食用的。椰奶是用椰子的果肉混合过滤制成的，富含对肠道细菌有益的月桂酸。市面上的椰子酸奶也非常美味，喜欢酸奶的朋友可以试试。但选择椰奶和椰子酸奶时，一定要选无糖产品，因为加糖会成为坏菌的最佳食物。含糖椰子酸奶会抵消椰子的健康优势，即使椰子酸奶的成分表上标明含有糖，也不必担心。因为椰子果肉本身几乎不含糖分，制作过程中需要添加糖分发酵，而发酵时菌群会将糖分全部消耗掉，所以买到手时实际上已经没有多余的糖分了。大家不妨试试看椰奶和椰子酸奶。然后是第3种绝不变老的最强甜点咖啡果。如果你已经对普通甜点感到厌倦，不妨尝试咖啡果作为零食。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应该知道，咖啡对健康有诸多益处。咖啡可以降低体脂，预防糖尿病，还被称为肝脏的超级药物等，众多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对身体有益的可不仅仅是咖啡豆，咖啡果实本身对于健康长寿也非常有益。大家应该也能直觉明白，既然咖啡对健康有好处，那么咖啡果实同样对健康有益。咖啡果实中富含抗氧化物质和多酚，能够增强免疫力，抑制烦人的炎症。此外，还含有一种具有强力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的极佳物质类黄酮。
类黄酮通过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如果什么都不做，随着年龄增长和炎症的影响，我们的血管会逐渐收缩。咖啡果实中的类黄酮有助于保持血管的柔软性和年轻状态，防止衰老。更令人高兴的是，它还有助于提升认知功能。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能促进大脑中心神经细胞的生成，对预防认知症非常有效。咖啡果实有时也被称为咖啡樱桃。最近市面上开始出现咖啡樱桃茶，类似于玫瑰果茶，带有温和的酸味，味道不错，应该能让大家喜欢。接下来我想介绍第4种绝不会让你衰老的最强甜点——巧克力。喜欢巧克力的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好消息，就像你渴望巧克力一样。你体内重要的好朋友肠道菌群也非常喜欢美味的巧克力。和咖啡果实一样，巧克力中也富含抗氧化物质和类黄酮，但咖啡的效果仅止于此。巧克力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主要成分可可。可可中的类黄酮类物质有助于促进大脑健康。长期适量摄取巧克力可以保护你的大脑，提高记忆力、处理速度和注意力。这被认为是因为脑部皮质区域的血流增加了，而这部分通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不过，切记不要选择市面上常见的含大量糖分的牛奶巧克力，因为糖是坏菌最喜欢的食物。就像我之前多次提到的那样，至少要选择含可可量72%以上的黑巧克力。可可含量越高，健康效果越好，这一点请务必记住。但说实话，尝过黑巧克力的人都知道，没有加糖的巧克力作为甜点确实有点寡淡，味道苦涩，有些人会觉得难以入口。对此，本书作者推荐一种墨西哥巧克力做法，即在巧克力中加入肉桂和辣椒粉，带来甜辣交织的风味，能充分满足你的味蕾和肠道菌群。接下来是第2部分，让肠道受损的坏菌2大最爱食物。如果我们能把不该吃的东西剔除，减少对身体的负担，那么那些对身体好的食物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就能成倍增加。根据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 Nature 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比起基因，肠道菌群的组成对血糖值、肥胖等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大。肠道菌群不仅影响消化吸收，还与皮肤状态、荷尔蒙平衡，乃至于全身健康和寿命息息相关。可以说，肠道菌群在决定我们能否健康长寿这件事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肠道菌群里也有好菌和坏菌，大家应该也听过，叫做益生菌和坏菌。为了让肠道环境维持在健康状态，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坏菌赶出去。当我们把坏菌清除，营造出益生菌容易生存的环境，健康长寿的基础才算真正建立起来。而且，就像我们人类靠食物提供能量一样，坏菌也靠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来活动。所以说，肠道菌群是否能正常发挥作用，就取决于我们是否吃了坏菌喜欢的食物。因此，这节课我就来介绍一下能让益生菌死光、肠道变糟糕的坏菌最爱的食物。别担心，数量其实不多。接下来要说的最好不吃的食物：1. 人工甜味剂；2. 苹果。只要避免这2样，扰乱肠道环境的坏菌就会被消灭，你的肠道就会成为益生菌的天堂。我们来一个一个详细讲解。首先，第1个人工甜味剂，橡糖、果糖等单糖类是坏菌的最爱。吃甜的越多，肠道环境就越糟糕，年轻与健康也会随之流失。不仅如此，连癌细胞也爱糖。吃甜食其实就等于在给体内潜伏的坏菌和癌细胞送食物。而且，肠道菌群真正喜欢的可不只是天然糖类，像3氯蔗糖、阿斯巴甜这类人工甜味剂，同样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让坏菌占上风。某项最新研究发现，虽然3氯蔗糖并不是真正的糖，但摄入后，血糖值和胰岛素水平依然会升高。更糟糕的是，3氯蔗糖还会在体内转化为毒性化合物，并残留体内数周。
此外，人工甜味剂还会促使体重增加，无论是人工还是天然，只要甜味物质附着到舌头上，味觉感受器就会向大脑发出快吃甜食的命令。大脑作为身体的奴隶，无法抗拒这种命令，最终我们就会陷入对甜食的欲望循环，慢慢踏上肥胖的不归路。人工甜味剂就是利用这一点设计出来的，它会向大脑发出跟真正糖分相同的快感信号。然而和真正的糖不同，吃了人工甜味剂后没有热量摄取，于是大脑发现被骗，开始愤怒，并下达更强烈的命令再去找糖。结果就是你离肥胖又近了一步。所以说，无论是人工甜味剂还是天然甜味物质，都应该尽量避免。接下来第二个，苹果。常听说苹果有整肠作用吧？确实，苹果里含有的果胶有镇静肠道的效果。不过如果说苹果中糖分的量远远超过了果胶，对肠道环境带来严重破坏，那恐怕以后就没人会为了肠胃健康去吃苹果了。中等大小的苹果一个，含有19克糖，相当于5小匙砂糖。也就是说，每吃一个苹果，就是在给坏菌喂5勺糖。而且不止苹果，大家爱吃的葡萄，从肠道环境角度来说，更是最糟糕的水果。一杯新鲜葡萄含有23克糖，相当于6小匙砂糖。葡萄其实根本不是健康零食，而是不该碰的糖分炸弹。还有芒果，同样非常危险。一个中等大小的芒果，居然含有46克糖，相当于12小匙砂糖。不过未熟透的芒果因为含有寡糖，是益生菌的好食物，所以在芒果未成熟时是可以适量食用的。像香蕉、杨梨这种也一样。但无论熟不熟，有一种水果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菠萝。一杯菠萝含有16克糖，相当于4小匙砂糖。吃菠萝的时候，别忘了你其实是在给肠道里的坏菌送上最棒的礼物。接下来第3部分，绝对不能被欺骗的关于衰老的3大迷思。肠道菌群对于健康和防止衰老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掌握关于老化的正确知识，不管多么在意肠道菌群，也无法真正预防衰老，保持年轻。然而遗憾的是，世间关于饮食和老化的错误信息泛滥成灾。为了不被这些错误信息迷惑，一、地中海饮食能够带来长寿；二、生长激素能够带来年轻与活力；三、新陈代谢旺盛是健康的象征。这3条都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常识，对吧？你能相信这些其实全是迷信吗？为了揭开这些真相，接下来我会一一为大家详细解说。首先来讲解第一个与老化相关的迷信：地中海饮食能够带来长寿。大家听说过蓝色区域这个词吗？蓝色区域是指全球5个著名的长寿地区，例如意大利的撒丁岛、日本的冲绳、希腊的伊卡里亚岛等等。当我们查看这些蓝区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几个长寿地区位于地中海的岛屿，这也是近年来掀起地中海饮食热潮的原因之一。作者这么说，但如果仔细观察这些文化，就会发现地中海饮食并不完全是好事，尤其是地中海饮食中摄取较多的谷物，对健康反而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以意大利为例，由于以面食为主食，当地人的关节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撒丁岛居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偏高。由此可见，地中海饮食本身并不能真正带来年轻与健康。换句话说，这些蓝区居民之所以健康长寿，并不是因为他们吃地中海饮食，而是尽管他们摄取大量谷物，却依然拥有某些健康长寿的秘诀。如果地中海饮食本身并非关键，那这些蓝区居民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令人意外的是，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不吃什么。而他们所不吃的，正是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事实上，在蓝色区域居民中，几乎没有人会大量摄取动物性蛋白质。也就是说，
蓝色区域并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地中海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吃动物性蛋白质。有一项持续8周的大规模调查发现，摄取动物性蛋白质较少的一组，体内的炎症指标明显低于摄取较多的一组，身体出现慢性炎症的几率也更低。带着这个知识，我们再来看看蓝区居民的饮食习惯。撒丁岛居民只有在特殊的节日才吃肉，冲绳人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偶尔吃少量猪肉。反观我们现代人，生活在非蓝区的现代社会，每年平均要吃掉100公斤肉类，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量。而且，这还不包括鸡蛋、牛奶、奶酪等其他动物性食品。将这些现实与蓝区的饮食方式进行对比，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代是人类历史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一代。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蓝色区域人们之所以健康长寿，并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地中海饮食，无论日常饮食是否为地中海风格，只要少吃动物性蛋白质，就能维持年轻与健康。作者强调说，那些被地中海饮食养生法骗到，反而大量摄取动物性蛋白质的人，现在就应该立刻改掉以肉类为主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讲解第2个关于老化的迷信：生长激素能够带来年轻与活力。女性相比男性，患冠状动脉疾病的比例较低，平均寿命也比男性长约7年，而且女性的平均身高比男性矮12.7厘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相同身高的男女，平均寿命基本相同。这说明，个子越矮，寿命越长，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身高和寿命呈负相关。在孩子多吃蔬菜的社会，成年后的身高往往偏矮，繁殖期也会相对推迟。但另一方面，当这些人开始大量摄取动物性食物时，成长速度和身高也会随之增加。例如，在日本引入养殖业之后，仅仅15年，国民的平均身高就有了显著提升。作者指出，这种做法的缺点就是导致青春期提前，而青春期提前则会增加乳腺癌、糖尿病等疾病的死亡风险。许多研究也已揭示身高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某项研究甚至报告称，青春期生长迅速的人，15年后罹患癌症的风险增加了80%。那么，为什么身高越高，癌症和早亡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呢？原因在于，我们大脑分泌的生长激素不仅会促进正常细胞的生长，帮助身体发育，同时也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换句话说，如果生长激素分泌量较少或处于适当水平，反而更有可能避免癌症，保持年轻健康。佐证之一就是患有拉龙症候群的人，他们由于体内生长激素受体异常，即使成年后依然身材矮小，但却几乎不会罹患癌症或糖尿病。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小鼠身上阻断生长激素，制造出拉龙症候群小鼠，它们的寿命竟然比普通小鼠长40%。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要健康长寿，维持较低水平的生长激素是关键。而生长激素会因为摄取糖分和动物性蛋白质而上升，因此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正是作者所说的长寿秘诀。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第3个与老化相关的迷信：提高代谢率可以让人保持年轻苗条的体型。但作者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代谢率高并不代表能快速消耗热量，而是身体为了燃烧燃料被迫过度运转，是一种效率低下的代谢状态。前面提到地中海饮食时，说到动物性蛋白质是导致衰老的元凶，就是因为它需要耗费大量能量来代谢。如果你日常大量摄取肉类，身体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代谢一直处于高负荷状态。像狗、猫这类肉食性动物，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目的就是节省能量，降低代谢率。反过来，长期代谢过高，就像是2头点燃蜡烛，能量消耗得越快，你的健康寿命
也就越快耗尽。而如果代谢率较低，反而可以慢慢稳健地延长寿命。另外，高代谢率还会加速衰老，原因之一就是随着年龄增长，美拉德反应，当糖分在体内代谢时，会最终生成一种叫做晚期糖基化中产物的化合物，这就像燃烧时产生的焦黑物，它们会在皮肤上形成褐色斑点，正是美拉德反应的结果。也就是说，有策略性的降低代谢率、降低体温，可以抑制这些反应，从而减缓衰老速度，这是最好的方法。此外，由于发生美拉德反应需要蛋白质、糖类和热量，因此控制糖类和蛋白质的摄取，也是长寿的重要要素。作者如此指出。总之，为了健康长寿，去刻意提高代谢，完全是本书中严厉否定的做法。读到这里，也许你已经发现，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健康长寿秘诀的那些常识，其实都是迷信，感到相当吃惊了吧？其实你的衰老速度，只要通过血液检测 HbA1c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项目，就能简单的推测出来。如果数值偏高，那你也许就无法健康长寿了。所以别再被关于衰老的迷信蒙骗，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紧重新调整你的生活习惯才是上策。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